好，我们现在来看 critical reasoning 的解题流程。好，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是先把文章跟题干仔仔细细的看过。OK， 好，我们说过，在 CR 里面，你的理解程度必须要控制到最高，原因是下面的5个选项不会再去重复原文的资讯，它也不像 RC 让你有这么多的空间可以去重新定位，这么多的时间空间可以重新定位这样子。好，那而且 CR 的文章非常精炼，里面每一句话都可能会是论点构成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漏看，那就没了。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理解程度控制到最高，好，尽量能够清楚的理解。好，那我们在看完之后呢，我们要先判断一件事情，这边是我就是新增进去的。好，我们要判断是它到底是属于这3种的哪一种。第一种叫做 mere information only， 这篇文章里面只有 piece of information， 它只有资讯，它没有一个论点，它没有一个主张。像各位有看到有些 drove a conclusion 的题目，它可能就是直接讲 fact one fact two， 或者是有一些像解释题，有没有像 explain 题，它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个矛盾，它就叫 information only。这种题目我们会把它归类叫做 argument construction， 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归类哦，这是什么？这是 OG 里面的归类。好，大家可以回去慢慢看。另外一种是什么？就是文章里面有论点，好，文章里面有论点、有主张的，那这个时候，好，它会有2种可能，它有可能会是 argument evaluation， 它也有可能会是 argument construction。好，那这2个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定义。好，大家也可以回去看，我们现在回去看一下 OG 的定义。好，其实 OG 非常重要，为什么我帮大家做这个 OG 的那个导图嘛？就是因为我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回去看 OG 的那个解释的部分。我这边至少看了30遍哦，30遍哦。你知道，你看 OG 看到后来，你就会发现你跟 OG 的思维是同步的，连你写的英文都会像 OG。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哦 ，maybe 可能是好事吧。对，好，来我们看一下 OG 里面讲的在你的 ESR 里面有那种题，有那个什么 construction 跟 plan， 还有 analysis 跟 credit， 对不对？实际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这个 analysis， 他在后面标签的时候没有特别标这个 analysis，OK， 不知道为什么他后面只有标 argument construction， 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 argument evaluation， 然后还有就是 evaluation of plan，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把它特别标出来哦。但你可以看到 credit 就是什么，就是evaluation 就是指文章里面它已经有一个论点的，那你今天要去攻击它，或者是加强它，或者是去 evaluate 它这样子 ，OK， 那 construction 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去想我们要怎么样从里面推的资讯，就是我们比如说文章只有 piece of information， 我们要怎么把资讯推出来，或者是今天这个论点本身还不完整，这个论点本身还没有基本的说服力，我们要怎么样把资讯加进去，让它变成构成一个论点，这叫 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就是建构的意思。所以文章里面有一个论点，有可能这个论点是有说服力的，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什么？去评估这个论点到底是对还是错。OK， 就是按照题目的要求 ，we can support 之类的。那也许这个论点本身有，但是有这个论点，但是没有说服力，对不对？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论点建起来，帮他补上一些必要的假设，让它变成 sufficient。OK， 所以这个是要 depend on 什么 ？depend on 就是这个论点本身的说服力，还有就是题目的要求这样子。OK， 好，那再来就是另外一种是 plan，plan 它特别分成一类，就是你刚刚看到，你看 OG 有讲说 plan 其实里面有一部分题目会跟 construction 重叠，有一部分题目会跟 credit 重叠。也就是说，就算你今天是要建构，就算你今天是要批评，但是只要这个故事内容是在讲一个计划的，它就是 plan 的题型，它把它特别拉出来。为什么特别拉出来？是因为 GMA 它毕竟还是一个商学院的考试，它还是希望能够特别挑出那种不会只做抽象推理，而会有实际方案执行跟解决能力的人才这样子。OK， 好，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取它的题目会是叫 evaluation of a plan。好，所以这三类是你在 OG 后面看到的，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OK， 就是去评估一个方案它是不是 OK 的，它是不是可行，或者是能达到目的的之类的。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确定一下这个题目
他要的基本的这个要求，它到底是3种里面的哪一种之后，下一步就是我们去定义我们去就是定义问题的类型。好，来，我们看到刚刚讲这3种，对不对？第一种如果是 evaluation， 就是针对一个现成的论点，我们要去加强、去削弱或者是去找去评估的话，对不对？这时候我们会做的步骤就是3个步骤。第一个，请你确定命题，请你确定说你到底这篇文章由它的问句跟它的什么，跟它的这个就是整篇文章的 flow 来决定说它到底要跟我们证明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一些事情，像比如说到底我现在要干嘛，对不对？每篇文章里面只有一个命题，把你跟对方对谈的这个重点讨论抓出来，他到底想要跟我证明什么事，然后呢，我今天题目给我的任务需要做什么事情。请你的定义一定要精确 ，OK？ 比如说今天你不能说方法有没有用，这个用到底是能不能实行，还是能不能达到目的，对不对？还是有没有副作用，这要去精确。而这个精确是要由你去注意那个问句里面所问的详细资讯所推得的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个命题之后呢，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去探索它背后的论证过程。因为它已经是一个论点了，一个论点一定会有什么东西，一定会有3个，一个叫 claim， 就是它最后的主张，它最后要跟你证明的东西。第2个叫做 evidence， 就是它背后用了什么样的证据。第3个叫 reasoning， 就是这个证据到这个结论之间它的连接是什么？你必须要帮这个讲者去把 evidence 一步的连到 claim。OK， 好，那在你连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是这个讲者并没有讲出来，他认为好像这些事情都是理所当然是对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开发出我们的就是批判式的问题。什么叫批判式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我们可以说，好，我们从你的最一开始你文章里面所给的证据开始，你刚刚所要讲的是因为这个证据能够推得 A， 所以 A 可以推得 B， 所以 B 可以推得 C， 所以最后 C 可以推得你想要跟我证明的我们能够做什么，对不对？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去预设，我们去presume 我们去 presume 说你的论点是对的，我们推定说你的论点是对的。好，不是论点，不好意思，你的证据是对的。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曾经做过一道题目，就是什么？教人们去吃养殖鱼，能不能够救野生鱼，让野生鱼的生存不会受到威胁，对不对？文章里面的这个 plan 是让野生鱼的生存不会受到威胁，它的证据是我要教大家去吃养殖鱼。这个时候我们帮他推的 reason 就是让大家去吃养殖鱼，大家就不会去吃让大家去吃养殖鱼，那养殖鱼就怎么样呢？就是可以就是人们就不会去吃野生鱼，人们不会去吃野生鱼之后，那野生鱼的威胁就会解除，就会变轻。OK， 好，那我们先预设了，他的立场是对的，什么意思？第一个，好，就算叫大家去吃养殖，也就算大家去吃养殖鱼，有没有？就算你刚刚讲的是对的，前面的证据是对的，但是你后面一个推论还是对的吗？我认为你后面的推论是错的。就算叫大家去吃养殖鱼，他们吃养殖鱼之后就不会去吃野生鱼吗？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 critical question 就会出来了，对不对？人们不一定会因为吃了养殖鱼就不吃野生鱼。好，那再来，好，那我再让一步。我们中文有一个讲法叫做退一步说，对不对？我再让你一步。就算人们真的不吃养殖鱼了那人们真的会虽然人们不吃养殖鱼，那今天他们鱼类的威胁真的会解除吗？鱼类没有别的威胁了吗？人类不会给鱼类造成吃以外其他威胁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一步一步下来，那最后连到的是结论，对吧？连到的是它的结论。所以这个时候你在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强制质疑，这是我们上课讲过的强制质疑，你都要放在心里面。为什么？他们就是你的 critical question。像我们刚刚这样整理下来，我们知道了2个重点。第一个是人们有没有可能吃了养殖鱼还吃野生鱼？人们的胃口到底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可能胃口会扩增？第2个就是就算人们不吃养殖鱼，有没有被人们吃以外的其他威胁会扩增？这2个就是所谓的 critical question。
好，那我们心里面有了完整的分析，知道 critical question 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预想，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点到哪里呢？不好意思，图太快。我们就可以来做 rapid screening， 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来看这看5个选项，然后呢，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选项能不能够回答我刚刚的 critical question？ 这个选项能不能够跟我解释人们的胃口到底会不会多到去吃野生鱼，或者是野生鱼有没有其他因为人们去养殖鱼而导致的威胁，对不对？吃以外的威胁。如果你觉得可以回答，保留；如果你觉得不能回答，排除；如果你觉得有点怪怪的，也不像完全不能回答，可是自己真的是有点不确定，那这个时候还是把它保留住，把 quarantine 就是隔离出来，放到第2轮去。好，那在第2轮的时候，我们会想什么事情？我们会想说，第一个，重新回去检查命题，到底文章要证明的是什么？第2个，到底文章里面有没有什么前提，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它是有预先讲，比如说他预先讲说，我们不看什么什么东西，我们不看什么什么东西，或者是性别一样、年龄一样、平均值怎么样，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去算那个什么数量啊、性别这些因素。再来就是会不会我的结论跟我的命题之间，我需要证明的有太多层，中间会不会有一些是我需要脑补的东西 ？OK，脑补的越少，那这个选项就会越有说服力。然后最后就是什么？去判断说你的这个选项，它的这个资讯对文章中论点所造成的影响，它的程度怎么样？到底是几乎是确定会影响，还是说是什么？有点强，还是说相对弱，还是说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当然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在这一块打转了 ，moderate weak 或者是 moderate strong， 因为 very weak 就早就被你排除掉 ，absolute certain 早就被你排除掉，这样子。OK，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再回来看看，如果是刚刚讲的 construction 题，你要怎么做呢？对不对？就是文章里面可能论点论据不完整，或者是文章里面只有 piece of information 的题目，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转换视角。我们刚刚在做 evaluation 题目的视角是我们在跟那个作者对话，因为我们会问他问题嘛，会问出 critical question， 对不对？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你要变成是这个 speaker，你要想象的是你是他这个讲者，刚刚讲这些资讯的讲者，先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 ？OK，我到底是谁？我的角色是什么？我是科学家吗？还是我是艺术家？还是我今天是政客？讲这些句子的我到底是谁？再来，我到底在说服谁？我在跟谁发表演讲 ？OK，然后再来是什么？再来是，好，我刚讲完这些资讯之后，到底我想要证明给这些人什么东西？好，这3个东西弄下来，它就会是 draw a conclusion 的答案。OK，就是你带入这个情境，它就会是 draw a conclusion 的答案。就是我到底用这些资讯想要给读者什么样的结论？好，那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好，如果有一些题目它是 assumption 题，或者是像是 explain 题，就是它有 piece of information， 但它没有一个结论，或者是它的论据结构不完整，需要你帮它补足。那这个时候就是去想，好，我证明完我的东西之后，观众会提什么疑问？我必须要准备回答他们的疑问。他们会对我的论据哪些地方会攻击，所以我要自己回来解释一下我自己的逻辑链。我要回来用强制执行法自己过一遍我的逻辑链，想想看我哪里没有讲得清楚，我哪里必须要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 explicitly true。OK， 不能是 implicit。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预先准备观众会攻击你的问题。然后呢，问自己到底我要怎么回答这些 critical question？ 对方如果对我强制质疑的话，我要怎么回答来解除他的疑问？这个就会变成是假设题的答案。OK，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argument construction。好，那当然还有一种叫 evaluation plan。好，那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由于是个 plan， 它比较特殊，方案有它自己我们要评估的面向。有4个面向。第一个叫 harm or need， 什么意思？你要先证明现状需要改变。
或者是现状有它的问题。OK， 好，为什么？因为在法庭上有个原则叫无罪推定原则，就是你无法拿出证据证明有个人有罪的时候，他就基本上是无罪。如果你要说他有罪的话，你要负起举证责任，对不对？那在辩论学上面，我们政策类型的辩论也有一个原则，叫什么？叫做现状推定。现状推定良善原则。什么叫现状推定良善？就是如果你无法证明现状不好，那你就没有必要去改变它。我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像说今天公司想要开除一名员工，这名员工做得好好的，他表现也没有不好，但你就是公司就是想开除他，那你的公司的理由不能是因为我想知道看有没有更好，不行。你要先确定有更好的，或者是你要确定这个员工不好，你才能把他开除掉。为什么？因为今天变动现状会担负的是未知的风险，所以你没有可能的利益或者是急需改变的问题之前，怎么样呢？不建议改变现状。这就是一句俗话叫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OK，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如果没有坏，就不要想出去修它这样子。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证明有这个目的存在，还有就是这个目的会不会自己消失，对不对？这个伤害会不会自己消失？如果它很快就消失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设计一个方案，对吧？那再来第二个叫 inherency， 就是什么意思？我们解决问题不能只做表面，我们要去想它的根源是什么。inherent 是根源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去想说，到底它背后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需要的背后，到底根源的原因 driving factor 是什么？比如说酒驾的根源是什么？是人们没有一个就是互相劝说的意识，还有就是大众交通运输的不足。OK，这样的概念。再来就是想说，我们就可以去思考说，我们的计划到底有没有办法打中这个根源来解决问题？你不是打中问题的表面，你是要打中问题的背后的核心。好，这叫根属性。好，第三个叫解决力。那就算我打中了，那到底我能解决多少问题？我能让酒驾的人降低2%、2%、3%、4%，还是50%、60%、70%？这叫 solvency。OK，how effective can my plan affect those factors and thus solve the harm and need？OK，好，那最后一个叫什么？叫做 desirability， 就是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们的 benefit， 我们刚刚所得到这个解决的成果，跟我们中间曾经牺牲的东西来权衡一下，最后这个计划是否合算。封城虽然解救了人民的健康，但是却毁了经济，这样合算吗 ？OK， 好，来，那各位要注意一件事哦。虽然我们现在这边有4个完整的面向可以分析，当然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去做一个 case study 的时候会用的招数，它会是一个你未来受用一生的工具。但是在 CR， 因为 CR 的题目它的范围比较狭窄，它就是一个1分45秒之内要做完的题目，所以它不会要你去讨论这个方方面面的面向，你一定要去看清楚题目的要求。比如说题目问我们要如何去评估这个计划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我们就不需要去质疑目的这个东西是否合情合理。OK， 我们就只要去想到底能不能够解决到底能不能够直指目的的根源，然后呢去有效解决它就好了。我们也不需要去想代价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就只要解决目的而已。OK， 好，但如果他今天想说，那我们要怎么，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怎么，身为一个市政府，身为一个公司，我们要怎么评估这个方案该不该做？那可能这时候我们4个都要考虑进去。所以到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归到问题的根源来解，就是那个 question 要的是什么东西。OK， 这样的概念。好，来然后呢，接下来当然你就会去想出你的 critical question， 对不对？我们刚刚这些都是 critical question， 那这个时候又可以连回了第一轮的筛选，谁能够回答我的 critical question， 对不对？然后呢，有的保留，没有的删掉，不确定的先隔离出来，最后从隔离到决定，一样是会去想这些问题，最后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答案。OK， 好，来，各位，